塞拉菲娜的初恋克拉克不小心把自己锁在了办公室里。作为对我的惩罚，他把我锁进了一个废弃的冷库单元里反省。你会亲身体验克拉克的感受，他的声音冷若冰霜，也许这样你才能吸取教训。他砰的一声关上厚重的门，只留给我一碗水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冷库根本没有被废弃。他刚一离开，电源就接通了，制冷机组轰鸣着启动。我在冰冷的黑暗中剧烈颤抖，尖叫求救，直到喉咙嘶哑，血手印在门和墙上，留下绝望的哀求。7天后，他准备接受我的道歉，让人打开了门。他们发现的是一具冻僵的尸体。工作了一整天后，塞拉菲娜瞥了一眼时钟，已经3天了。亚历克斯还没承认错误吗？他喃喃自语，那个男人固执的不可理喻。他的初恋克拉克端着一碗鸡汤走进来，塞拉菲娜，算了吧。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，他轻声说，3天已经够长了。一看到克拉克，塞拉菲娜的表情就柔和了下来。你太善良了，克拉克。要是亚历克斯有你一半的 empathy 就好了。别对他那么生气，他只是太在乎你了。听到他的话，塞拉菲娜拿出手机给安保团队打电话。亚历克斯认错了吗？没有，女士。里面完全寂静。您确定没出什么事吗？能出什么事？如果他不肯认错，那就继续待着吧。他挂断电话，脸上再次戴上了冷漠的面具。在他身边，克拉克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。你永远等不到我的认错了，塞拉菲娜，因为我已经死了。我3天前就死了。他们一离开，那个废弃的冷库就嗡嗡作响地启动了。我被困在里面，尖叫声被隔热墙吞噬。起初，我能听到外面的声音。我捶打着门，祈求他们放我出去，但警卫无动于衷。董事长说您要待在里面反省，先生，请不要让我们难做。不，求求你们，你们不明白。冷库启动了。有人吗？救救我！但声音逐渐远去。他们都走了。一开始，我试图保持冷静，寻找任何可能的出路。但随着温度骤降，我的思维变得迟钝，身体被生存的本能驱动。我绕着圈子跑，试图产生一些热量，呼出的气息在严寒中凝结成雾。最终，我的腿支撑不住了，我连跑都跑不动了。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寒冷渗透进来。我瘫倒在角落，蜷缩成一团，徒劳地试图保存所剩无几的体温。这个冷库曾经用来储存冷冻海鲜，虽然货物已经清空，但金属货架还在。我一个个拖过来，堆在身边，像一道可悲的屏障，抵御着侵袭的霜冻。毫无用处。当我意识到自己会死时，我的心在身体之前就先冻结了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尸体时，那种冲击是 visceral 的。我就在那里，在角落，覆盖着厚厚的霜冻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带着无声的、永恒的绝望。门和墙上满是我指甲抓挠的痕迹，指尖血肉模糊。我试图靠近，但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拽开。突然之间，我站在了塞拉菲娜身边。听到她冷漠的 dismiss， 我只能苦笑。塞拉菲娜，我用生命在反省。来生，我祈祷再也不要见到你。我站在那里，作为一个沉默的观察者，看着塞拉菲娜和克拉克交换眼神。他给他看手机，塞拉菲娜，我搞到了艺术展的门票。明天陪我去好吗？当然。天色已晚，你该休息了。但克拉克抓住他的手，我怕黑。陪我吧。塞拉菲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站了起来。我忘了，克拉克住在我家。他从海外一回来，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塞拉菲娜。他以离家太久，对城市不熟悉为由，要求住在我们家。真是笑话。他在这里长大，出国5年就成故乡的陌生人了。当我反对时，塞拉菲娜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。亚历克斯，他父母不在城里。你知道他一个人住有多危险吗？我知道。因为结婚前，我也曾独自住在租来的公寓里。那时，塞拉菲娜对我说，亚历克斯，我们需要自重。
婚前我不想同居，这种 hypocrisy 令人窒息。塞拉菲娜领着克拉克去主卧室，我的卧室。但克拉克一来就说喜欢那个房间的光线，就这样，塞拉菲娜把房间让给了他。我冷冷地看着他送他到门口。就在他要离开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雷声。他尖叫着扑进塞拉菲娜的怀抱，他的身体僵硬了一瞬，但克拉克抱得更紧了。塞拉菲娜，我好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他的手在他背上停留片刻，然后轻轻拍了拍。好吧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，因为我也害怕雷雨。记得独居时的一个夜晚，暴风雨来袭，停电了，我害怕极了，黑暗中只有猛烈的闪电。我给他打电话，希望得到几句安慰。塞拉菲娜说了什么？多大了还怕打雷？亚历克斯，你是不是男人？别用这种把戏吸引我注意。你是成年人了，成熟点好吗？他挂了电话。我整晚裹着毯子，手机手电筒是唯一的光源，直到黎明才睡着。回想起来，我真可悲。塞拉菲娜从不在乎，我们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堵墙。我苦笑，即使成了鬼，雷声仍让我恐惧颤抖。我抱住自己，想离开，却被束缚在这里，被迫看着塞拉菲娜抱着克拉克，轻声安慰。而克拉克偎依在他怀里，越过他的肩膀投来一瞥尖锐而胜利的眼神。我叹息，对塞拉菲娜来说，克拉克永远是错失的真爱，是他完美过去的 ghost。我算什么？我摇摇头，望向窗外。即使死后，恐惧依然真实。幸好1小时后，暴风雨过去了，塞拉菲娜离开了他的房间。脚步声远去后，克拉克得意地笑着自言自语：塞拉菲娜，你永远是我的，没人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我惊呆了，这么久过去，他仍对他痴迷。那当初为何离开他？而塞拉菲娜如果永远忘不了他，为何嫁给我？回到自己房间后，塞拉菲娜做了件不寻常的事。她打开手机，盯着我的照片。亚历克斯，她喃喃道，希望你再吸取教训。只要认错，只要屈服，我就放你出来。看着他的脸，我想笑。屈服？道歉？为什么？不是我锁的克拉克。但塞拉菲娜不听我解释。因为克拉克完美扮演受害者，告诉他他不怪我，这对他来说就是我 guilt 的确凿证据。他把我锁进冷库，杀了我，现在还要我道歉？可笑！塞拉菲娜是个聪明的女人，能成为大公司 CEO 绝非傻瓜。但一涉及克拉克，她就又聋又瞎。第二天早上，一名警卫深感不安地来向她报告：女士，也许该放他出来了。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一碗水撑不过5天。塞拉菲娜犹豫了1秒，然后声音冷硬：10天不进食死不了。既然他固执到底，就随他去。我倒要看他能撑多久。但是完全没有声响。我们担心，万一他……别担心，他打断。亚历克斯最擅长装可怜。就这一句话，他宣判了我的命运。警卫不再多言。这时克拉克走进来，听到他的话，他嘴角泛起一丝微笑。塞拉菲娜，算了吧，都好几天了，我现在完全没事了。不，他把你锁在办公室几小时，他该受罚。克拉克笑容加深，尽管言语带着虚假的关切。塞拉菲娜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他毕竟是你丈夫。他戏剧化的叹息，都是我的错，是个麻烦，让他嫉妒了。放了他吧。每句话都精心设计，表面在为我辩护，实则句句都是钉入我棺材的钉子。而塞拉菲娜照单全收。克拉克，你太心软了。好吧，看在你面子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克拉克脸色一僵，这显然不是他期待的反应。怎么了？塞拉菲娜注意到他的表情。没什么，只是他在里面好几天了。也许该带个医生一起去，以防万一。克拉克会体贴。我深表怀疑。
但他有道理。待医生确认我的死亡，以后少麻烦。我迫不及待想看你发现真相，塞拉菲娜。我想看你得知我死讯时的表情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手找到克拉克的，他要是有你一半体贴就好了。塞拉菲娜，他毕竟是你丈夫。他眼中情绪纷杂。我嗤笑，我从未想与克拉克争什么。丈夫，这头衔真他妈可笑。即使没有这场反省闹剧，我也已打算离婚。我受够了。塞拉菲娜脸色一沉，声音斩钉截铁，算了，你不用替他辩护。亚历克斯就会夸夸其谈和演戏，总是这疼那疼，或不是我干的。我看透他了，谁都不准替他求情，不道歉就别出来。克拉克似乎暗暗松了口气，他安静地站在一旁。我只是惊呆了，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，塞拉菲娜。一阵锐痛如冰锥刺胸，但随即想起我已死了，一切都不再重要。终于，在他锁我7天后，塞拉菲娜想起了我。她带人来到冷库，门口的警卫在颤抖。女士，还是不肯屈服。女士，不肯。我们喊过她，但是没有回应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一人艰难吞咽。先生，您觉得是不是出事了？塞拉菲娜嗤笑，能出什么事？他就是演戏。开门，我要听他当面道歉。克拉克嘴角勾起冷笑。警卫上前解锁重门。当门终于打开时，他们僵住了，面无血色。身后传来塞拉菲娜不耐烦的声音：怎么样？把他带出来。女士，女士，冷库好像启动了。塞拉菲娜大步上前，启动了。想找借口推卸责任。他走到门口，一股北极寒气涌出，冷得刺骨蚀魂。他脸色煞白。亚历克斯，别以为启动冷库我就会原谅你，马上给我滚出来。寂静，周围人面面相觑，惊恐万分。暴怒的塞拉菲娜犹豫片刻，冷声命令，把他弄出来，带他来见我。几名警卫小心翼翼地进去。当他们看到金属货架后蜷缩的冰冻身影时，齐声发出惊恐的倒抽泣。先生冻死了。